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变频空调的最后一个电路，它的 CPU 电路。这个呢就是 CPU 电路的主控芯片，它在我们的电路板上就是这个物理结构啊，也是这个四四方方的，它是一个80角的一个芯片。CPU 电路呢主要有几大功能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的通讯电路，一个是内机和外机之间的一个通讯电路，第二个呢，就是和存储器之间的一个通讯电路。另外呢，就是它接收各种传感器的信号，收集各种电路的信息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它的控制功能。第一个呢，它可以通过内机的芯片对用户输入的各种信息进行接收和执行，包括空调的开启、制冷制热的选择。第二个呢， CPU 会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对变频压缩机进行一个频率的控制，以达到精准控温、节约电能的一个目的。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它各个角位的一些功能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它的一角，一角呢是个空角，二角和三角是和存储器相连的，二角三角对应着存储器的五角和六角，它们之间也是一个不断的进行数据交换和信息传输的一个过程。四角五角是个空角，六角呢是压缩机过载保护。昨天我们也讲到这儿了，压缩机过载保护，它呢，这是一个压缩机的一个保护开关。当它正常工作的时候，这个开关是闭合的 ，CPU 呢会得到一个高电位。当它因为过载断开的时候 ，CPU 会得到一个低电位。这时候的 CPU 就会发出一个指令停止压缩机运行的一个指令。第七角呢是外接的一个电容，滤波电容。第八角接地，第九角一个电阻接电源 3.3 伏，第10角是一个电阻接地，11角是空角，12、13、14角是模块的相电流检测电路。我们在讲相电流检测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讲到了12、13、14角分别是 UVW 三项的电流检测电路输入到 CPU 对应的角位，就是12、13、14，就是说到这儿。15角是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，它输入的是一个电压的信号。16角呢是一个环温传感器，18角呢是管温传感器。这儿呢还有一个模块温度，模块温度它应该是模块传过来的。19角、20角呢是 3.3 伏的电源，21角、22角接地，23角是个空角，25角到28角也是接地。29角是一个母线电压检测输入端，正常电压应该是 1.9 伏左右，这一点的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使 CPU 的保护电路动作。这个30角是交流电流检测输入端。我们在讲 PFC 电路的时候， PFC 电路一个取样电阻，它的上端有一个负压，就是这个 RS226 的上端，从这个点引出了两路的检测信号，一个是交流电流检测，这一路信号呢接到了我们 CPU 的30角，另外一路 PFC 电流检测电路接到了我们 CPU 的第42角。31、32角呢是空角，33角呢是个四通阀，就是说制冷制热。33角，然后它输出信号给2003的一个反向放大器。我们在讲主继电器控制回路的控制电路的时候也说到这儿了。这儿呢是一个33角，这是一个四通阀。37角呢是一个主继电器，就是控制这个继电器的。41角呢是外风机。
我们在这儿都可以找到它的对应的角位。37角这是主继电器，这个通讯电路呢是34角是它的发送端，40角呢是它的接收端，这是外机和内机进行通讯的两个关键的点位。41角呢是外风机控制，就是刚才我们已经看了41角，然后给反向放大器2003呢再输出一个信号，控制我们的外风机的启停。这个42角呢是 PFC 电流检测输入角，43、44是两个控角，45是外接的一个 LED 灯，46是空角，47是外接的红色的 LED 灯，48角通过一个电阻接地，49到51角是空角，52、53是接地，54呢是外接一个滤波电容，55角是一个复位角，56角呢是一个黄色的 LED 灯。这几个呢是拷贝程序用的。61角是个空角，62角、63角是给模块驱动信号的，一共是6路，62、63、66、67、68、69，这是6路驱动信号，给模块电路的6路驱动信号。64角是 PFC 驱动，就是当我们的变频板的开关电源启动以后， CPU 的 3.3 伏电压供电，在这个64角呢就输出一个 PFC 的驱动信号，从而使 PFC 电路正常的工作，达到一个 PFC 电路升压的目的。这个呢是模块驱动，已经说了。70角是一个 3.3 伏的电源角，71角是 D，72角是内电源滤波，73角是外接电阻接地，74角是空角，75角是模块保护检测，对应着我们模块电路的14角 F0 模块保护输出，就是这条 F0 输出。当它输出一个低电平的时候， CPU 会关断6路驱动信号，从而对模块呢进行一个保护。这三个角呢76、77、78呢是通过一个实开的电阻接地，79和80角是个空角。这样呢我就把这个 CPU 的各个角的功能大概的说了一下。芯片内部的电路相当复杂，我们不去过多的去了解它。我们掌握了 CPU 电路的这些功能角位，以及和各个电路的连接方式，查找故障时就可以有的放矢，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。